看到哪儿想到哪儿，说到哪儿，这里是为你读书。今天咱们聊三浦展的孤独消费论的第一章。咱们先说说三浦展这个人吧。三浦展是一个非常敏锐的社会观察者，所以呢，他非常擅长从消费行为里解读出时代的情绪。在孤独消费论的第一章里，他就抛出了一个挺震撼的观点。他说，推崇活动是孤独者的宗教。这话听起来有点极端，但你细想想，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三浦展书中说的推崇活动，其实是我们平常说的追星啊、收藏啊、应援啊这样的行为，但他把这个范围扩得更广了。它包括了，就是推崇活动，还包括了对足球队的支持，对传统文化的痴迷，甚至是对复古文化的沉浸的享受。你要想想啊，日本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30年，这个过程中经济停滞，传统社会结构松动，再加上后来的疫情的推动冲击，人们变得更加的原子化了。原子化这个词呢，它是社会学里的一个概念，意思是说个体从传统的社会纽带里头脱离出来了，变得孤立无援，就像分子被拆解成原子一样。三浦展用了很多的数据来支撑他的观点。你比如说，他发现，20到29岁的日本女性中，大概有23.2%的人在推崇活动上花费5万日元以上。要知道，5万日元在日本也算是不小的数目了。更有趣的是，那些已婚男性，这些人呢，他会偷偷的租房子来存放自己喜欢的偶像周边，就像有了秘密情人一样。在书中，三浦展引用了一段话，他说，现代人歌颂自由，也无法放弃自由，然而正因为如此，他们越发感受到孤独的存在，在尝试摆脱孤独的过程中反而受到束缚。这段话引用的很有意思，道出了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悖论，自由与孤独的这种共生关系。这段分析确实有说服力。他把看似感性的消费行为放到了理性的社会心理框架里，用实证数据说话，然后避免了纯粹的感性判断。但是真的只是这样吗？看着这些分析，我心里会想，如果从这些看似特例的人群，或者说换个角度来看待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？三浦展在书中描述了一种现象，人们通过推崇活动来应对孤独，但孤独真的完全是负面的吗？或者说，现代人的这种孤独会不会其实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呢？我想起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提出的一个概念，叫液态现代性。他说，现代社会就像液体一样，一切都在流动，传统的固态结构都在融化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人际关系也变得流动起来，既让人觉得不安，又给了人自由。也许现代人他并不是被动的承受孤独，而是在主动的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交呢？想想看，传统的社交圈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位置、血缘关系、工作环境等等决定的，你没有什么选择权。但现在不同了，你可以选择和谁建立深度的连接，也可以选择在哪些领域投入自己的情感。就像那些秘密进行推崇活动的已婚男性，他并不是在逃避现实的关系，他只是为自己保留了一片精神的自留地呢？就像弗吉尼亚·伍尔夫说的，每个人都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书中三浦展在分析中呢，频繁提到一种心理机制，当现实关系无法满足情感需求时，人们会将情感转移到偶像身上。他把这种现象描述得很生动，比如那些已婚男性对偶像的迷恋，或者年轻人通过应援获得被需要的感觉。但我一直在想，这个转移的理解是不是隐含着一个价值判断？真实关系是正品，偶像关系是替代品。可是谁规定了什么是正品，什么是替代品呢？
我觉得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可能比这个模型更复杂，也许他们不是在寻找替代品，而是在扩展自己情感的频谱。就像一个人可以同时喜欢古典乐和摇滚乐，古典乐不是摇滚乐的替代，摇滚乐也不是古典音乐的替代，它们是不同的情感体验。社会心理学就有一个概念叫多重身份理论，说的是现代人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身份标签了，而是在同时扮演多个角色。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严肃的金融分析师，也可以同时是热情的演唱会观众，温柔的父亲，也可以是活跃的球迷。这些身份不是相互替代的，而是相互补充的。还有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，就是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？三浦展在书中暗示，对偶像的情感投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虚假的。为什么说是虚假的呢？他说，因为三浦展他认为这种投射是单向的，偶像不会回应你的具体需求。但是这个判断可能过于简化了现代推崇活动的复杂性。你想想看啊，一场演唱会带来的情感高峰，它是真实的；粉丝群内的友谊和协作，它也是真实的；甚至是通过二次创作获得的成就感，也是真实的。而且在社交媒体时代，偶像和粉丝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加的互动。偶像可以通过直播分享日常生活，粉丝通过平台的数据支持和话题讨论，也影响了偶像的事业轨迹。这就让我想起了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一个观点：媒介即信息。也许重要的不是关系的真实性，而是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和意义。三浦展在书中还提到，推崇活动消费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心理。书中说的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我这个粉丝，那个偶像可能就会失去光彩。三浦展把这种心理当作某种需要分析的现象，但我觉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，即使是自我建构的，也可能有其积极的心理功能。另外，三浦展主要是从支出的角度去分析推崇活动，但我在想，这些钱真的只是消费吗？像心理学就有一个概念叫人力资本投资，指的是通过教育、培训等等的方式来提升个人能力的投资。那么推崇活动会不会也有某种投资的属性呢？比如说，为了追一个海外的偶像去学习外语，那这提升了语言能力啊。为了制作应援物去学习设计，去学习摄影，那这也培养了创作的技能。通过粉丝活动建立了庞大的人际网络，可能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就能发挥它的作用。还有一个概念叫文化资本，这个呢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，指的是个人拥有的文化知识、技能、品味等。对某个领域的深度了解，对特定的艺术形式的审美能力，这些都可能成为个人的文化资本。在某些的社交场合中，它就能发挥文化资本的价值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推崇活动的消费更像是一种预付费的心理健康服务。与其等到心理出现问题，花钱去看医生去干预，就不如提前为自己构建一个长期的精神支撑系统。再说到三浦展把推崇活动比作宗教，这个比喻很有启发性，但也可能过于绝对了。宗教通常有完整的教育体系、组织结构和社群规范，而推崇活动更多的是个体化的情感体验。当然，但确实呢，这两者会有一些相似的功能，像提供意义感了、归属感了，还有仪式感等等。就像社会学家托尔干说过的，宗教的本质功能是维护社会团结。从这个角度看呢，推崇活动也可能有类似的功能，它让分散的个体通过某种的兴趣聚集起来，形成某种社群认同。
但也许更准确的比喻不是宗教，而是精神体验。就像冥想啊、瑜伽、读书一样，推崇活动可能是现代人探索出的一种精神修养方式。说到这里，我觉得孤独这个词本身就需要重新去审视。你看，在传统的社会里，孤独确实主要的是一种缺失的状态啊，缺少陪伴啊，缺少理解啊，缺少归属感等等。但在现代社会里呢，孤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选择状态，你选择性的社交，选择性的投入，选择性的连接。现代人在享受前所未有的连接可能性的同时，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。你可以选择与谁建立深度的连接啊，也可以选择于在哪些领域投入情感，可以选择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些深度参与推崇活动的人，可能不是在逃避孤独，而是在主动的管理自己的孤独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了自己情感的锚点。那这样思考下来，反而让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了。比如说，如果推崇活动真的是一种社交升级，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些人因此陷入了经济困境呢？如果它真的有积极的心理功能，那饭圈文化里的那些极端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呢？这种矛盾让我觉得，现实可能比任何单一理论都要复杂得多。还有三浦展在书中提到的那个数据也一直让我印象深刻，他提到了已婚孕的男青年中，大概有10.5%的人在推崇活动中消费5万到10万日元之间。这个消费背后到底是什么呢？是现代家庭关系的某种缺失，还是个人需求多元化的自然表现，或者是两者兼有呢？还有他那句话，即便有了恋人，恋爱关系也未必稳定，不总能消除孤独感。婚姻或许能减轻孤独，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系列的麻烦。每次读到这里，我都会觉得很真实，也特别的残酷。如果连这种最亲密的关系都无法完全消除孤独的话，那孤独会不会就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呢？这样想着，推崇活动的出现就显得很合理，也有其无奈性。也许问题本身它就没有标准答案。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，我们的情感模式、社交方式、消费行为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三浦展他看到了这个变化中的某些方面，我呢也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，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比任何单一的理论都复杂。重要的可能不是找到确定的答案，而是保持思考的开放性。毕竟理解社会现象就像在迷雾中去摸索，有时清晰，有时模糊，需要不断的调整视角，去修正我们的理解。你觉得呢？或许你有不同的感受和观察，这种对话本身可能就是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一种方式。